欢迎收看中国形势。台湾总统蔡英文10天的访问，过境美国。半岛电视台，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前往中美洲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其中包括在美国的中途停留。这次访问将带他前往瓜地马拉和伯利兹，这是台湾仅存的2个外交盟友之一。然而，尽管他处于非官方地位，但预计他在美国的时间将受到更多挑战。美国是台湾的重要盟友，但由于中国相互竞争的领土主张，美国没有正式承认台湾。据说，北京对蔡英文和执政的民进党的蔑视被视为中国试图通过鼓励台湾官方伙伴结束外交关系，来侵蚀台湾官方伙伴的催化剂。蔡英文访美仍被广泛视为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台的临时变通办法，因为双方都希望避免激怒中国。特朗普政府通过的2018年台湾旅行法使台湾和美国官员更容易会面，然而，直到最近，台湾总统才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讲和与美国政治人物公开接触。蔡英文上任以来已4次访问美国，每次都比上一次更加正式。随着台湾为2024年1月的下一届总统选举做准备，该国的未来再次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将于4月访问美国，作为竞选总统的开场白。与此同时，蔡英文的前任国民党重量级人物马英九成为自1949年分裂以来第1位访问中国的台湾前任或现任总统。据报道，国民党比蔡英文和民进党更友好。马英九的中国之行引发的抵制。外交官，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开始了对中国大陆为期12天的历史性访问。2015年，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晤，与中国总统习近平会面，这项止住马英九8年总统任期的和解。然而，此后两国关系恶化，马英九的国民党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民进党的蔡英文，导致目前两岸关系深度冻结。马英九目前的政治议程，连同反对党国民党，是平息执政的民进党保留其一个中国不同解释政策的遗产，并将北京在台湾内政中的影响力相对化。马英九的访问在台湾国内引起了政治争议，包括国民党内部。尽管他的访问肯定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批准和欢迎，但中国早期对这次访问的评论以谨慎的措辞来描述它，避免任何政治色彩。一篇中国评论批评马英九在台湾煽动支持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指责他默许台湾教科书的去中国化，以及增加美国对台军售。一些中国学者还指责马云是美国的棋子。马英九访问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和重庆，但没有访问北京，因此没有会见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北京和台北的叙述都将这次旅行描述为马云向祖先致敬，以避免争议。一些中国学者对马英九及其大陆之行表示不满，尽管他们庆祝了这次突破性的访问，表示希望他能缓解紧张局势，但中国社交媒体上表达的主流舆论以及反映在专栏文章中的主流舆论显然是批评性的。伊朗沙特关系中的中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外交官，中国在调解最近的伊朗、沙乌地阿拉伯缓和局势方面的战略考量已经得到审查。虽然中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和平缔造者，并加深与海湾地区的接触，但其调解主要旨在建设性的冲突管理，而不是解决冲突。尽管如此，这标志着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增加。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该的区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经纪人。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使以色列和美国加强针对伊朗的地区联盟的努力复杂化，而中国调解的最终价值将取决于其对可持续冲突管理的贡献。
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最近恢复双边关系并不是一个突破，两国都有敌意和不信任的历史，不太可能消失。伊朗认为此举是摆脱外交孤立和打破反伊朗最大压力联盟的一种方式，并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机会。与此同时，沙特与伊朗的和解使利雅得在寻求拜登政府的安全保障方面有了更大的筹码，但这并不排除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该协定可能对美国在中东和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领导地位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它提升了中国作为该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者的形象，这可能被视为华盛顿的损失，但也有可能使中国暴露在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及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局限性之下。更重要的是，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恢复是朝着巩固也门休战迈出的积极一步，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华盛顿不需要试图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上遏制中国，而必须有选择地遏制它并捍卫自己的利益。韩国3轴防御系统陷入困境。外交官，朝鲜开发海底核饵运载系统，使人对韩国的3轴新威慑系统产生了怀疑。该系统的杀伤链和韩国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KAMD 部分依靠拒绝威慑，试图阻止朝鲜即将发射导弹或击落飞行中的导弹。朝鲜大规模惩罚和报复 KMP2 更多的依赖于惩罚的威慑，使用特种作战部队和多样化的打击能力对朝鲜的袭击做出惩罚性回应。平壤日益复杂的导弹威胁住韩国的杀伤链，而新的高超音速运载工具使 KAMD 难以部署。韩国的制度现在可能不得不更加强调报复和惩罚。朝鲜新的军事能力使韩国难以通过否认来威慑平壤，因此其报复能力可能不得不成为焦点。潜射导弹和加固空军基地的努力必须继续下去。韩国需要确保其拥有足够的弹药库存，而 KMP2 可以与日本计划的反击能力相协调。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韩国应与美国保持伙伴关系，寻找机会加强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韩国还有另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关注报复性的威慑，该国刚刚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他将软化对朝鲜的路线。文在寅可以推动谈判，但中国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明确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援平壤。韩国、中国和日本在与世界上最好战的国家之一打交道时，仍然必须非常谨慎。全球债权人与中国开发商的长期资金斗争。彭博社，随着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进入第3个陷入困境的年份，中国的债务重组仍在继续。开发商的海外债务重组受到其复杂性、合法性和有时冗长的债务重组过程的阻碍，而向香港法院提交的清盘申请的需求却越来越强烈。尽管海外债券大幅下跌，但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警告债券持有人，在中国恒大集团最近的债务重组计划公布后，他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收回资金。政府缓解房地产行业流动性紧缩的预期措施可能已经太少太晚了。持续缺乏流动性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近期财务状况产生了不利影响。辉煌的日子可能已经结束，但一些澳大利亚公司正在加倍下注与中国的贸易。澳洲 ABC， 尽管两国之间存在贸易争端，但澳大利亚企业正在加倍努力与中国进行贸易。中国西南部成都的澳大利亚贸易专员切尔西马丁 Chelsea Martin 表示，近年来企业表现出了韧性，不乏关注中国的企业。专家预测，尽管政府努力加强与印度等其他贸易伙伴的联系，但澳大利亚企业仍将难以离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的规模难以复制。昆士兰牧民史蒂夫基廷 Steve Keating 在建立客户关系后，渴望他的出口，特别是和牛，与希望增加在中国的业务的公司和州政府走上正轨。沙特仍然希望美国参与。日经亚洲，
最近由中国斡旋的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间恢复外交关系的协定，凸显了美国在中东的存在逐渐消退，尽管两国仍然希望美国重新参与。沙乌地阿拉伯外交部长费萨尔·本·法尔汉亲王和伊朗外交部长海山·阿米尔·阿卜杜拉希安在他们最近的协议后，通过电话交谈开始了斋月，这似乎得到了中国的说明。虽然伊朗称该协定是积极的，但它并未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伊朗支援的也门胡塞武装分子继续袭击沙特目标。拜登政府曾表示有意与伊朗恢复关系，但现在的重点是鼓励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直接接触。与此同时，中国正日益成为中东和西方之间的强大调解人，成功地促成了伊朗和中国之间价值4000亿美元的投资协定。北京愿意与双方接触，这让美国缺乏接触的情况暴露无遗。美国未能在该地区促成任何重大交易。美国总统拜登从该地区撤军的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强调了美国对中东的摇摆不定的承诺。然而，美国是中东目前的权力掮客，为利雅得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密切关注伊朗。尽管最近由中国斡旋的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开放，但专家怀疑中国是否会成为中东的新美国，但预计中国将继续在该地区充当调解人。最近的协定表明，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谢谢大家。